在加拿大，没有退休金，没有存款，老了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你知道这样的人是什么生活状况吗？今天我就和大家讲这样一个穷爷爷的故事。我认识这位穷爷爷大概是5-6年前的事了，虽然只是见过他一次，但是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。因为经常也有人问我一些加拿大养老的问题，所以今天想把他的故事说出来。他也是极少数移民生存状况的代表。在中国，大部分人年纪大了就怕2件事：第一，怕没钱养老；第二，怕老了没钱看病。这穷爷爷要是搁中国，可能得在田间地头劳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了，因为不干活，他和老伴儿就没饭吃啊。可是他在加拿大，他过得怎么样呢？先说说我是怎么认识穷爷爷的吧。前些年每逢税季，我每周都要腾出2天时间去社区中心做义工，帮一些低收入的人群报税。然后就遇上了穷爷爷和穷奶奶来了，是我帮他们处理的税表。他们在税务上是一穷二白的老两口，没有任何投资、储蓄和退休收入，就连 CPP 都没有。他们告诉我，他们2人一直写的是分居状况，又按照分居来报税，但是他们的地址都在同一处住宅。根据报税提供的地税信息，可以看出是个价值不菲的独立屋。他们当时所有的收入就是老年金 OAS 和低保收入 GIS。 当时的 OAS 全额是每月500多，我们都知道 OAS 要住满40年才能拿到全额。根据他们 OAS 的领取金额每个月不到200元来推算，他们来加拿大也就10来年的时间。但是重点是，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收入，他们的 GIS 能拿很多。究竟能拿多少呢？我给大家看看最新的加拿大政府数据，大家就明白了。2021年4月公布的 GIS 最高是 923.71， OAS 全额为 618.45， 也就是说一个单身老人最多可以领取到 923.71 加上 618.45， 等于 1542.16 每个月，也就是说一年可以领取 18,505.92 元。且慢，你会问，他们肯定拿不了这么多，他们 OAS 不才100多一个月吗？这是个很好的问题，这里就涉及到 GIS 制度是如何设定的了。加拿大政府的低收入保障要确保每个人都能拿到最低收入，所以如果老年人只能拿到一部分的 OAS， 那么 GIS 就不再是上面说到的 923.71 为最高上限，而是更高。那要高多少呢？政府要保证这种零收入老年人的最低收入线，就是要等于拿到全额的 OAS 和 GIS 的收入，也就是说，保证他们每个月至少拿到 1542.16 元。所以假如穷爷爷拿到 OAS 每个月是180，那么他的 GIS 就是相应提高到 1542.16 减去180，等于 1362.16。换句话说，每年18,500的政府给的钱，他是妥妥当当的拿。报税的时候，穷爷爷每年拿18000，穷奶奶也同样拿18000，再加上他们的 GST 退税和地税退税大约2000，所以他们老两口一共拿了38000，住在大房子里。老年生活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过得也还算滋润。从和他们的交流中看得出，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相当满意和知足，也非常开心。至于生病，他们更不用怕，加拿大的免费医疗体系，低收入老年人药费还都有 Drug Plan 可以报销。老两口每月有3000来块钱的生活费，时不时去喝个早茶，1-2年回趟中国走亲访友，在老家的朋友们应该还把他们当作人生赢家吧。他们告诉我，他们税务上报分居，是因为分居状态能按照单身拿政府补助，这样加起来能拿更多。
我有些惊讶，但是无可奈何。的确，他们如果如实写已婚状态，就少拿了近1万的补助。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，我能说什么呢？这让我想起了中国也有类似的故事，为了买房子、摇号之类的假离婚，只是环境不同，版本不同而已。至于他们一点 CPP 都没有，我想应该是他们以前大部分工作是现金工，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积蓄，让他们前些年把房子置办好了。他们在这种起点上，自然觉得现在的日子太好了，每年躺赚近20万人民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在前面的视频中讲过 CPP， 要工作近40年才能拿到全额的 CPP。2021年全额 CPP 为1203.75每个月，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存 RRSP， 在退休时只能拿到 OAS 和全额的 CPP， 那么就是618.45加上1203.75等于1822，也就是说每年是1822.2乘以12等于21866。很遗憾，这位朋友没有任何资格领取 GIS， 因为 GIS 领取条件是年收入不能超过18744。等一下，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，这个辛辛苦苦工作40年的人，他的收入高了多少呢？前面穷爷爷拿到 OAS 和 GIS 一共是1542每个月，而辛勤工作领全额 CPP， 到头来是上面计算的1822每个月，所以每个月只是多出了280。好在这种极端情况下，后者也是不需要交税的，因为虽然不同前者 GIS 是不要交税的，但是后者报税的时候，它有个人免税额加上 age amount 加上 pension amount， 这些 credit 加起来也能够让他的收入免税。看了穷爷爷的故事，你是不是多多少少也有些感慨呢？在做了几年义工以后，我就停止了。此后我的工作生活中和穷爷爷也就再无交集，可以说是一面之缘。这么多年过去，虽然他和穷奶奶的长相在我记忆中都已模糊，但是那种满足的笑容和无忧无虑的释然，却让我难以忘记。我们很多人背井离乡，在海外工作或者生活，为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穷爷爷的故事，也只是千姿百态的移民生活中的一个少数派的缩影。对于他们，我有我自己的看法，但是我更想听到，知道他们的故事的人是怎么去看他们的。我想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有追求、有梦想，也有更高的人生目标的。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人生，更要活出自己最喜欢的样子。